如果我们用对岸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的很多内政改革都是失败的。台湾脱贫20年了，脱了哪些贫？大陆脱贫是不是好几个脱贫村？那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内政的建设。所以为什么大陆越到后面，它的支持群众越稳，这是没有道理的。那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越来越多人从中等收入线逐渐的在往下掉。这些往下掉到底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跟两岸关系太好导致都不是，还是因为内政一塌糊涂嘛？这种状况不是只有台湾，是整个民选制国家目前在全世界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内政处理不好，为了要搅于专点，所以故意去丑化外部力量，用这种方式来转移，结果就是内政依旧没有过好，所以越来越激化，就很像是上个世纪的君主制一样。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不让自己的权力崩塌而反对改革的势力，所以就出现了越来越极端的状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共产党之所以可以壮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在中国自己创立政党、自己拉奥援的，他是加入国民党，寄生国民党嘛，这求之不得的历史窗口就是说，所以寄生国民党如果寄生的很烂，单纯就是操作人太废。如果你操作的好，他妈的你就变第一大党了，好不好？对啊。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蓝白很难合的原因是，还有个蓝白先天上本来就有对立面，这个对立面跟他背后的支持群众有关。就是首先我们要先知道，在台湾到底有哪些利益团体。台湾的利益团体大致可以分成3大类，一个是必须要透过两岸贸易来维生的这些人，这些透过两岸贸易维生的人，我们说台商，他会天然倾向于支持蓝营，因为蓝营它的诉求就是制造两岸稳定的环境嘛，两岸越稳定，对于台商的利益越高嘛。那透过台商，透过两岸贸易或透过两岸这种交流而得利的人，就会更容易去支持国民党。所以会发现国民党的背后金主很多都是跟两岸贸易有关的。我光之前遇到了一些，我都知道在什么省啊，在什么地方是有就是贸易往来的。所以以前民进党是怎么打他们的？民进党就说国民党是买办，对不对？还用买办来污化这些人。那民进党背后的利益集团是什么？民进党背后利益集团讲白脸，就是在做美台贸易的人，或美日贸易的，也就是他不是以两岸作为贸易主轴的，就是他们的贸易的，就是金流主要都是放在美国或日本，尤其是美国。所以你会看到民进党就是国民党的背后支持者也有亲美的，但不会像民进党的那个亲美这么狂热。就是他那种狂热已经是到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状况。民进党的那些亲美的支持者，甚至于会认为说美国会为了台湾的安全而出兵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已经狂热到这种状况了。为什么？因为就算两岸发生战争，他们也不怕。为何？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资产，甚至于他们的后代，都已经在哪个地方定居了？美国跟日本啊。所以民进党为了要能够满足这些人的私欲，他不可能放弃台独党，不可能放弃台独党纲嘛，也不可能放弃掉就是如果美国今天要叫他们只东打中美关系，他就会只东打中美关系。所以你说民进党他背后的那些就是他的利益团体在支持他，他就只能这样做嘛。那柯文哲呢？柯文哲的背后利益团体，就是说他的支持者，其实他的组成群众比较多是小市民，我们说的叫工资阶层，甚至还有很多这种小摊贩，就是说他们是俗称的，就是那个中产，还有仅存的中产阶级，这些仅存的中产阶级，再加上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些小摊贩啊、小智商，就主要他的贸易或他主要获利的方式是在台湾，那他这边主要以台湾作为他们获利方式的人，他们就会看不惯国民党跟民进党，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在台湾。可是这几年，不管是我就讲嘛，这20年以来，不管是哪一个党，他们在做于台湾内政上面，其实都没有到非常合格。如果我们用对岸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的很多内政改革都是失败的。这不能讲，我是说认真，讲的就是帮中共大外宣哦。我不怕啊，反正我又没有要选，对不对？我就给他外宣，我们就事论事嘛。我就光讲说社会问题，那个脱贫，还有就是那个偏乡教育这几个大议题，其实台湾都有哦。台湾偏乡问题，
20年了，到现在没解决。大陆现在正在想办法把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入到偏乡做偏乡老师，就是种子老师。就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偏乡待过，你是不能够到什么地方的。他们都为了这个在做相关政策。脱贫就更不用说了嘛。台湾脱贫20年了，脱了哪些贫？大陆脱贫是不是好几个脱贫村？就算有人说那是样板村，那又如何？最起码有做出一个成效来。台湾呢？那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内政的建设。所以为什么大陆越到后面，他的支持群众越稳固，甚至于还出现狂热的支持者，这是没有道理的他都是因为他的内政完成了嘛。那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越来越多人原本从我们说的中等收入线、中等的生活水准，逐渐的在往下掉。这些往下掉到底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跟两岸关系太好导致？都不是是因为内政一塌糊涂嘛。这种状况不是只有台湾，是整个民选制国家。我要强调是民选不是说民主因为民主跟民选是两个概念民选制国家目前在全世界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内政处理不好，为了要矫于专点，所以故意去丑化所谓的外部力量。用这种方式来转移焦点，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内政依旧没有过好，所以越来越激化。这种激化反映在的就是像法国出现勒庞，意大利出现了兄弟党，还有后来我们说德国的那个，你要举一个刚刚完成的例子阿根廷的新总统，那个叫什么？阿根廷那个那我忘记名字，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反正这几个我们都可以反映出来嘛，民选制国家都已经出现这种。因为内政无法解决，而导致就是他们无心去辖顾，然后不断恶化内政问题。其实这个我叫米莱，对了，米莱，因为你知道我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其实民选制这个制度已经运行快100年了，可是这100年当中都没有做制度上的重大改革。那一个制度运行了100年，势必问题一定会出现。接下来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可是目前绝大多数的民选制国家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都很像是上个世纪的那个君主制一样，既得利益者已经巩固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不让自己的权力崩塌而反对改革的势力，所以就出现了越来越极端的状况。所以有一些人在讲什么民粹，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民粹又如何？它代表的是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那你中上阶层的人长期忽略掉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这些民粹的人只能用更极端的方式推翻你的政权不就是这样子？所以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进行所谓真正的改革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国家逐渐往极端的方向去走。而这些国家走向极端，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讲句话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而且以前在还没有原子弹发明之前，战争是很容易爆发的，但现在有原子弹了，所以就算这些极端派获得掌权了，你说他们真的敢按原子弹的那个按钮？我跟你讲，世界上有2个国家，他们就不敢乱按，美国跟中国。你敢按那他们2个国家的核子弹炸你400轮都不够炸的。所以这些极端派上台以后，反而会怎么样？开始做调整。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那个谁，我记得没错，意大利嘛。意大利是怎么样？一开始那个强硬排外，到后面怎么样？现在很明显的加速跟中国的那个合作，然后进行内政改革。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多数的人，就是我刚刚在那个抖内时候提到了嘛，乌合之众。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极端的状况，可是我们又是在一个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所以很无奈了。就是台湾，你说民众有觉醒吗？20年来政治人的口号最喜欢的就是要觉醒啊，要觉醒啊。觉醒到后面是越觉醒还是越极端？只会越极端他不可能觉醒就像你看这些所谓的科粉我要画问号了，到底是真科粉还是假科粉还是什么的，我就不去讨论。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一定会去为了自己的支持者去攻击其他中间的人士，甚至于是没有立场的人士，就跟法西斯没什么两样。其实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已经走向一个极端化了，他没有办法发挥出民主的那种妥协政治，
你知道妥协是民选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技巧。也就是尽管我是多数派，但是我可以因为国家的团结而跟你们进行沟通。像最典型的案例，有一个国家的民选制度就实施的还不错，像是瑞士，跟丹麦。台湾的问题，第一个卡在主权问题啊，主权问题没有解决，台湾的内部势必会分裂成2种不一样的主权观。而这2种不一样的主权观，再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利益团体，就会导致台湾出现一个难以去整合的局面。这种难以去整合的局面，就是有点像天主教跟回教的那种争端了，已经是宗教信仰了，已经不是说要不要做事情的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每次选举就会撕得你死我活，然后搞到后面双方的人都不好沟通。对，这是我在讲。这20年来我观察到的，可是我是当老师的，我看得到后20年的变化。后20年的变化只有一句话，叫天下分而最终一统。就是说，台湾的特殊环境让我们的民粹是更好煽动的，因为毕竟呢，我们就是现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这个我们不是 sovereign state 啊，我们不是主权国家。因为我们的主权是有受到限制的，而在这个限制的过程当中，它就必然形成统独2派。而现阶段很好玩的是，因为经过长期的这个统独没有办法解决，对吧？所以就出现第3派，其实就是柯文哲所说的统独是假议题。所以厌倦统独的第3派就出现了，所以他对传统的政治结构，他表达了极为巨大的不满。那也就是在这样极为巨大的不满的时候，他就形成一个明明对他的选举或他的未来的发展不见得有利的口号，就叫做蓝绿一样烂。这个蓝绿一样烂，其实从整个柯粉的结构来分析的时候，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陷阱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柯文哲的整个竞选的策略，包括他的这个竞选的总干事他们去拟定这个策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个长期性、长远性的去观察这个角度？这一种困境，它一定会有一个怨气，而这个怨气呢，结合上固化的一个既有结构，就蓝绿的结构或者是统独的结构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其实就是被柯文哲所拿到的。但是否认统独议题，并没有办法从根本解决统独的实际问题。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他们不但没有办法长大，他们就变魔鬼战，变成攻击的武器。那台湾的未来就死得更难，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第3势力。我敢预言，民众党如果崩塌，未来就算有第3势力，就是极其脆弱跟脆弱不堪。为什么？因为第3势力的实验已经经过2波了，一波就是时代力量，一波就是现在，在更前面的什么建国党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弱的，而且那其实都是主流派系分裂出来，什么亲民党、新党那个都是假第3势力。时代力量跟民众党是真正的第3势力，透过因为台湾这几年的一个困境而崛起的。民众党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利益集团去帮助他，也因为如此，他是台湾能够改革的一个新的力量。但问题就是也因为卡在这里，所以当柯文哲没有办法用一己之力去扭转我们说的这种颓势的时候，我说实在话了，我个人的观察就是民众党势必分裂，而且到最后会做小。因为一个有远见的人没有办法真正是诉诸有远见的方向时，他势必会做小。